全世界外交官的专业媒体《外交简报》，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习近平越来越有信心，拜登政府的竞争扭曲非常明显。外交政策，美中关系2年来一直处于低谷，但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之间的沟通中断是一个新的发展。中国最近承认，他可能根本不想与美国对话，而是希望与美国进行对话是有目的的。文章建议，美国需要考虑用北京真正理解的唯一语言互惠来取代其保险杠贴纸政策口号的做法。拜登政府的竞争扭曲非常明显，即政府有缺陷的竞争框架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并且对中国没有明确的最终状态。政府对护栏的关注导致了大国动态，中国的被动性积极限制美国的决策。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巨人，采取了一种谈判姿态，这种姿态与直觉相反，适应了中国的行为并使其正常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越来越有信心，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争夺战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而不是几十年内决定。习近平没有满足于共存，而是采取措施确保中国很快脱颖而出。习近平已经开始积极推动一种避开普世价值观，排斥美国的替代性国际架构。他的新兴结构从西方主导的全球规则体系转向由国家政府定义的体系。美国需要确定其对中国的最终状态，如果他希望扭转沟通中断，就必须考虑互惠战略。考虑到中国，经济安全是七国集团的优先事项，应对胁迫担忧。日本时报，七国集团 G7 正在广岛峰会前讨论经济胁迫，并考虑到中国。即将召开的会议的一个中心主题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加强经济安全，以减少对中国供应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的依赖，例如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材料和药品。中国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策略，在呼吁对 COVID-19 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对澳大利亚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并在台北开设办事处后，阻止与立陶宛的贸易。预计七国集团会议将产生关于具体政策的政策档，包括经济安全。中国希望加强与俄罗斯中亚后院的关系。路透社，中国将于本周主办中亚领导人面对面峰会，以加强与较小的前苏联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被广泛视为俄罗斯的后院。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讨论深化与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领导人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分析人士称，随着莫斯科专注于乌克兰，该地区一直在寻求替代投资。首届虚拟中亚领导人峰会于2020年举行，自30年前建交以来，中国与中亚5国的贸易增长了100倍。拜登突然缩短对亚太地区的访问，这对中国有利。纽约时报，拜登总统取消巴布亚纽几内亚之行，以处理国内事务可能会损害亚太关系。原定的访问是美国总统对太平洋岛国的首次访问，但已被推迟，以便拜登能够专注于债务上限谈判。分析人士警告说，未能履行承诺可能会破坏最近为对抗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而建立的外交努力。2013年，由于共和党政府关门，奥巴马总统取消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会议，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自那以后，对美国承诺的怀疑一直存在。尽管拜登政府重新开放了大使馆，并实施了反华政策，但北京在全球的外交使团规模已超过美国。此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海岸警卫队和国有建筑和矿业公司，这些公司已将资金投入该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和采矿业，特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非洲国家发起和平倡议，以结束乌克兰战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包括上比亚、塞内加尔、埃及和南非在内的非洲国家已经起草了一项和平倡议，以结束乌克兰的冲突。拟议的访问团将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代表该倡议的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也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格鲁特雷斯和非洲联盟非盟已经听取了简报并欢迎该倡议。联合国将尽最大努力缓解台海紧张局势，古特雷斯。日经亚洲，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承诺防止台湾海峡发生紧急情况，尽管该机构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将寻求通过涉及各方的谈判来防止局势升级。随着中国在台湾附近加强军事演习，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后者声称最近挫败了中国入侵其领空，尽管北京否认了这一事件。作为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美国也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中国能对乌克兰穿针引线吗？外交事务，中国正试图说服乌克兰冲突双方恢复谈判，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和乐于助人的全球领导者。此举出台之际，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悲观，它可以阻止美中关系恶化。虽然北京希望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但他担心其被视为亲俄的立场会毒害其在欧洲的声誉，进一步损害其安全环境。因此，中国试图保持中立，并提供斡旋，使双方坐到谈判桌前。乌克兰冲突给中国带来了复杂的挑战，可能会加强美国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联盟。因此，北京已开始为解决危机提供斡旋，阐明全球安全的愿景，并更多地参与外交活动。中国的目标是将自己定位为中立，并限制对俄罗斯的支援，即使他优先考虑与最亲密的战略伙伴的伙伴关系。中国驻法国大使最近表示，克里米亚的地位取决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引起了广泛的谴责。80名欧洲立法者敦促法国政府驱逐大使。中国政府试图淡化这种情况，称大使只是在表达他的个人观点。中国可能做得足够多，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乐于助人和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但不足以对以双方公平和都能接受的条件结束乌克兰冲突负责。对俄罗斯的担忧使芬兰和日本走得更近。日本时报，日本和芬兰对乌克兰局势表示关切，并在军事、安全和防务关系方面加强合作。在广岛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前，芬兰驻日本大使呼吁日本发出反对俄罗斯的明确资讯，并利用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及其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资格的平台继续支持乌克兰。由于 G7 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大使不确定峰会后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尽管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地理环境，但现在确定两国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是否会转化为更多的军事交流、海军舰艇访问或国防物资合作还为时过早。芬兰是北约的最新成员，有驻日本的国防武官，日本有驻赫尔辛基的国防武官。虽然芬兰去年在北约成员国中排名第5，国防支出占其 GDP 的 1.96%， 并且尚未达成至少占 GDP 200分号的协定，但日本的目标是到2027年将支出从略高于 1% 提高到 2%。 芬兰驻日本大使塔尼亚·亚斯凯莱宁 Tonja Jääskeläinen 指出，芬兰可以借鉴日本对自由和开放的波罗的海需求的认识，与日本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所做的努力联系起来。日本外相林毅正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对于确保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是必要的。关于俄罗斯、特朗普和2016年大选的真相，华盛顿邮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证实了穆勒报告的调查结果，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是为了说明特朗普并伤害柯林毒。普京亲自下令进行骇客攻击，莫斯科的意图是损害克林顿竞选活动，玷污预期的克林顿总统政府，在特朗普成为推定的共和党候选人后说明特朗普竞选活动，并破坏美国的民主进程。报告说，这2份报告都没有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直接协调的证据。穆勒和参议院的报告发现，特朗普竞选官员欢迎任何外国援助，即使这是非法的，违反了美国的选举规范。2016年夏天，联邦调查局根据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的提示展开了交叉火力飓风反间谍调查。该外交官担心乔治·帕帕佐普洛斯暗示俄罗斯对克林顿有污点。在为其解密公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后，澳大利亚政府向国务院发送了一份电报，总结了帕帕佐普洛斯所说的话。联邦调查局迅速升级调查，对4名特朗普竞选顾问进行了调查。
帕帕佐普洛斯、能源顾问卡特佩奇、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弗林和当时的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有人担心联邦调查局未能遵循调查规范，达勒姆报告总结道。该报告承认2016年曾4次对俄罗斯干预进行调查，但重点是联邦调查局对从澳大利亚线索收到的情报的处理，声称调查本可以作为评估或初步调查更合适。七国集团领导人可能在广岛峰会上关注乌克兰战争和亚洲紧张局势。多伦多星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12月3日至5日在日本广岛主持与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的会晤，在中国寻求在亚洲发挥更自信的作用之际，这一地点强调了日本对世界和平的承诺。这次会议将在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举行，该地区一直受到领土争端、朝鲜核威胁以及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担忧。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应对各种挑战，例如乌克兰与亲俄叛军之间的冲突升级，日本努力开放自己的受到严格保护的市场以及修订的全球金融监管。由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的七国集团将向南方集团提供更大的支援，以改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进一步支援孤立俄罗斯和抵制中国的侵略行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也将出席。作为会议的辅助，美国总统拜登计划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讨论的区安全问题。拜登将于周3离开日本，缩短海外访问。CNN， 美国总统拜登的亚洲之行因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僵局而缩短。如果不在11月之前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首次违约。债务问题与拜登加强美国联盟、应对中国影响力并展示他连任耐力的计划形成鲜明对比。拜登将前往日本，但将错过他预先计划的下半程访问，其中包括访问澳大利亚和巴布亚纽几内亚。与此同时，原定于悉尼举行的四方领导人峰会已被取消，因为拜登不会出席。人们仍然担心，如果借贷限额僵局得不到解决，全球经济将崩溃。此外，这可能违背拜登在试图对抗专制政权崛起时试图向世界展示的功能民主形象。谢谢收看外交简报。